他是第一个把羽翼卖到非洲的商人，同时又是港片中的剑南鼻祖，被誉为自带出场效果的金牌配角。反清复明，反清复明！我卖了钱我也敢打，我打的连他妈妈都不是他。刚才是哪个王八蛋打我的？啊！你要干什么你？啊！说是不是你打我的？是不是你打我的？干什么你？免死金牌在此！哎呀，差点忘了先帝御赐的免死金牌了。嘿嘿，斩呢？你斩呢？斩呢？斩呢？看到吴三桂这么趾高气扬，多隆立即将矛头对准吴应熊以及吴家亲信。既然老大有免死金牌护身，那只能削你们的脑袋来祭尚方宝剑。而刚才暴揍多隆的那些手下，真怕这个老六一剑斩了自己，一股脑的全去抢夺吴三桂的手中金牌。眼看场内局势一片混乱，吴应熊抢到后立即贴身藏起，接着装模作样的摊开双手。关键时刻小宝补刀指出位置，导致吴应熊差点当场绝后。见此一幕的建宁公主心疼不已，赶紧让下人把吴应熊抬回房间，并且邪魅一笑后，来到房间向吴应熊嘘寒问暖，这可把吴应熊给感动坏了，受伤处逐渐由疼痛转为兴奋。但殊不知，建宁这一番温柔操作其实是笑里藏刀。与此同时，外面的乌龙闹剧也在韦小宝的劝说下，吴三桂选择破财免灾。可三人刚商榷好赔付数目，平西王府院中突然传来一阵爆炸，坑中赫然放着登基玉玺和一把金刀。这一幕让吴三桂浑身都麻了。要知道，这些可是起兵谋反的铁证，最重要的是，这些东西自己根本就一无所知。他当即表示，这一出是有人栽赃陷害，而小宝自然就是那个罪魁祸首。玉玺金刀是小双刚才偷偷埋进去的，目的就是逼吴三桂发疯提前造反。如此一来，建宁就可以不嫁给平西王府，皇上那边也可以顺理成章出兵平乱。结果就在这时，建宁公主又添了一把火，她手起刀落斩断了吴家香火。等众人闻声赶过去时，你做了什么？他想侮辱我，我顺手就拿起把刀割了他。好害怕！世子啊，公主早晚都是你的人，你又何必觊觎一时呢？你们跟你学的啊！我好害怕。吴三桂终于醒悟自己中了韦小宝的计，现在每一步都有把柄被对方拿捏，想报仇根本拿不出合适借口。于是，在将韦小宝等人送走后，他立马与冯锡范商议，不再等待粮草备齐需要的1月时间，隔日就集结3军北下攻打朝廷，并且今晚让冯锡范亲自动手杀了韦小宝他们为吴家祭旗。而这一消息立马被天地会截获，陈近南更是亲自赶到七凤楼为爱徒助阵。此时龙儿以及大小双姐妹花在小宝的引荐下，也和建宁公主达成了3妻1妾的协议，还给她取了个奇葩的名字叫乌鱼子。陈近南看到这3妻1妾能和平相处，对小宝是钦佩有加。不过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将其他人先送回京城，因为冯锡范居然是陈近南的师兄，此人心性歹毒，为达目的曾不惜欺师灭祖，并且他还练成了一门邪功，可以通过丝线操控座下童子肉搏作战。果不其然，姐妹花刚护送建宁公主离开这里，冯锡范就带人杀了进来。师兄，好久不见，想不到你当人家的走狗。做有钱人的狗，有好过做挨饿的穷人，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。龙儿本能的上前抵挡伤害，却忘了只剩2成功力被一击重伤。见大老婆受伤，小宝立即挺身而出去接金刚圈，结果由于他没有武功基础，凭借身后内力徒手乱抓一通后，不仅没有占到半点便宜，还导致真气在体内散乱不堪。见此一幕的冯锡范这才知道自己苦心设计的阴谋被韦小宝捡了便宜。而由于龙儿刚才受伤，陈近南便让小宝2人先行离开，他和天地会教众留下来断后。见阵！这4位都是天地会的精英弟子，大开大合间又能相互防御，对上冯锡范操控的六合童子，瞬间就形成了碾压之势。接着4人同时一剑刺出，把六合童子给刺了个透心凉。但万万没想到，这些童子在冯锡范红线操控下，如傀儡一样感觉不到疼痛。冯锡范更是在后面疯狂输出，将铁剑全部反方向震飞出去。4大精英弟子服，眼见手下如此惨死，陈近南持剑进到六合童子身前，有了刚才的前车之鉴，陈近南这次以快打快。很快就将六合童子揍得溃不成军。随后2师兄弟正式对决，他们都是1等1的高手，而且速度和反应都不相上下。可终究还是冯锡范技高一筹，一刀斩断了陈近南一条手臂，还准备用他的人头去换高官俸禄。原来这个老六觉得吴三桂起兵谋反的胜算不大，转身卖主投靠给了朝廷，也因此平西王府一片混乱，让独臂神尼趁机掳走了吴应熊和恋爱脑阿珂，并且还顺走了一本42章经。在返回路上，他刚好遇到了小宝龙儿2夫妇，便将阿珂2人和42章经交给小宝处理。而小宝也不废话，当即就要将吴应熊给直接杀掉。阿珂见状赶紧拦在前面，表示2人生死与共，要杀先杀他。结果吴应熊却立马变脸求饶：“李大人，求你放过我的狗命，我愿意为你做牛做马。”你说过我们同生共死，永不分离的。随便说说的，你不是认真的吧？
我现在已经是太监了，你还要我干嘛？你不要连累我了。这种渣男语录立即遭到小宝一顿劈头盖脸式教育，接着心平气和劝阿珂看清现实，跟自己回去。一旁的神尼听出小宝话里话外，这是要准备娶阿珂为妻，赶紧让阿珂把握住这个机会。不料吴应熊却抢先一步。谢谢我乡主不杀之恩，谢谢我乡主帮我擦屁股。此话一出，气得韦小宝一巴掌扇飞吴应熊，并顺手准备一巴掌打醒阿珂。打在你身，痛在我心。又给你骗了个女孩子了。不久后，韦小宝回到皇宫复命，将吴三桂起兵谋反的事告诉皇上。殊不知朝廷早已经在2天前发兵，打了粮草不足的吴三桂一个措手不及。话音刚落，卖主求荣的冯锡范上朝觐见，原来是他献上的吴三桂粮草不防土，帮助朝廷兵贵神速铲除了吴三桂，而且他还把陈近南送进了天牢，平定了令皇上头疼的天地会，可谓是立下2大奇功。如今地位已然能和韦小宝平起平坐。随后皇上任命韦小宝为监斩官，明日午时3刻亲自监斩陈近南。皇命难违，韦小宝只能先暂时答应下来。很明显皇上已经对他生疑，这才故意玩了这么一手借刀杀人。回到家的韦小宝心急如焚，却怎么也想不到破局之策。本以为42章经的秘密能扭转局势，结果4本都翻烂了，依旧一无所获。韦小宝一气之下全丢进了火盆。这时建宁公主过来通风报信，表示冯锡范又给皇上灌了迷魂汤，命人已将鹿鼎公府牢牢围住，一旦这里有丁点风吹草动，就会无理由将他们全部抓获。而随后众人发现4本经书烧成灰烬后，留下了东郊皇陵4个大字。这4个字的质量好像不怕火。难道秘密就在东郊皇陵？龙儿顿时心生一计，准备以此秘密给冯锡范来个反客为主。